最近，台海地区发生了一件可能改变历史的大事。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台海真的打起来，第一枪会在哪里响？是直接打台湾本岛，还是那些离中国大陆很近，甚至肉眼可见的小岛？现在，一件可能彻底改变台海军事平衡，被称为历史性转折点的事情，就在这些小岛上悄悄地发生了。这不仅仅是军事演习，更像是美军40多年来部署方式的一次大改变。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远在北京的人都气得拍桌子，说这是踩红线？当美国大兵真的出现在金门、澎湖这些前线小岛，这对台湾的防卫意味着什么？这场牵动全世界神经的棋局会怎么影响整个亚洲的未来？根据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军事媒体 SOFRAP 的独家消息，从2024年初开始，美国特种部队就像候鸟一样轮流进驻金门、澎湖这些外岛，和台湾军队一起训练。这可不是短期的交流，而是实实在在的长期驻扎训练。这个词背后藏着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意义。报道里点名的是美国陆军第1特种部队群的第2营，这支部队被称为绿扁帽部队，是专门负责亚太地区任务的精锐部队，全球都知道他们的厉害。他们驻扎的地方更是有特别的战略意义。金门和澎湖，金门离厦门最近的地方只有大约10公里，简直就是直接面对解放军的最前线。这次部署被认为是美军在1979年撤离台湾后，时隔40多年，第一次在台湾的土地上长期驻扎训练。而且，他们不是在台北或南部的军事基地，而是直接部署到了紧邻中国大陆的前线离岛。很多分析人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分界线，象征着美台军事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美军来干啥？有啥重要意义？那么，这些顶尖的特种部队来台湾，具体任务是什么？根据 SOFRAP 的消息，这次部署是长期的，而且直接参与战术层面的合作训练。绿扁帽部队的人员和台湾最厉害的特战部队，比如海军陆战队的2栖侦搜大队以及陆军的空降特战连，进行了非常接近实战的联合演练。训练内容包括夜间秘密登陆、海上侦察、潜入敌人后方搞破坏、电子干扰，甚至还操作了黑色大黄蜂这种高科技的迷你无人机。这些战术都被认为是防御中国可能发动的2栖登陆攻击的关键。特战部队可以深入敌人后方，扰乱对方的后勤补给，标记重要的目标，引导远程火力进行精准打击，在第一波反击中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虽然美军派来的人数非常少，可能只有3支左右的小型特战分队，每队大约3人，总人数不到10位。他们以轮流的方式为台湾的部队提供在地训练，并帮助编写适合台湾战场的不对称作战战术手册与教材。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个举动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它不再是遥远的军售或支援，而是美军直接扎根在台湾的土地上，和台湾的士兵一起训练。在法律上，美国国防部这次的部署也非常小心，这一切都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进行的。这等于是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是美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美军特战部队的驻台训练是正式的部署，而不是秘密或临时的行动。这个举动也表明，华盛顿对台湾军事合作的系统性转变，从过去单纯的卖武器，转变为实战训练和战术配合，从有限的情报共享，迈向更深度的行动同步。比如说，美方已经在桃园龙潭设立了一个特种作战联络中心，作为和台湾特战部队合作的协调中心。换句话说，台湾正在一步步地被纳入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整体作战网络之中。各方怎么看？中国能怎么办？对于这样的发展，台湾方面公开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是正当防卫的一部分。台湾国防部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开记者会，以免不必要的刺激，但也没有否认相关的合作。事实上，早在2021年就有少见的照片流出，显示美国绿扁帽特种部队和台湾士兵共同训练。这表明双方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进行低调但务实的合作。近年来，
台北当局也大胆地推动军事改革，朝着美式战术和组织方向发展，比如把义务役的役期从4个月延长到1年。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美国强烈建议下进行的。当然，中国对此消息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华盛顿违反一中原则，威胁台海和平，并称此举为踩踏红线，强调北京将采取坚决的回应措施。但问题是，中国的反应能走多远？实际上，北京的选择相当有限。美国军队直接存在于靠近中国领土的地区，使得解放军任何冲动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导致和美军的直接冲突，这是北京极力希望避免的。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可能会加大灰色地带的压力，例如增加军机绕台的频率和架次，或是举行更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来示威。然而，要直接攻击由美军驻扎训练的金门或澎湖，可能性极低，因为这等于是直接点燃和华盛顿的全面军事冲突。汉光演习，台湾的防卫大升级，在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刚刚结束的2025年汉光41号演习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也标志着台湾国防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这次演习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持续了10天9夜，是过去的2倍，更将动员创纪录的22000名后备军人。这不仅仅是检验军事能力，更突出了全民防卫的战略方向。汉光41号的演习设计是为了应对2027年中国可能发动的全面攻击。根据美方专家的判断，届时解放军将具备全面攻打台湾的初步能力。因此，这次演习重点放在3个核心方面：第一是应对像电子战、假消息、民间渗透等灰色地带冲突；第二是核心的反两栖登陆作战；第三则是建立全岛的韧性防御。而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取消了过去每年都有的预设剧本，改为即时性的实战模拟演练，用来测试军队在真实混乱的战场状况下，特别是在通讯系统可能第一时间就被摧毁的情况下的即时反应能力。全民参与防御，武器更先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光41号第一次将军事演练大规模地导入了民间生活场所，例如台北捷运系统、万板大桥，甚至是便利商店都被纳入了战时的疏散和防御体系。这个举动不仅是为未来可能的城市巷战进行预演，也是一种对全民的国防教育，强化所谓同岛一命的精神。从在澎湖动员民用吊车来部署障碍物，到在万板大桥上使用公交车设置路障，这些都是在战略上主动将台湾地狭人稠、高度都市化的弱点转化为防御上的优势。目标就是要拖延并消耗解放军在复杂战场中的战力。在演习的设定中，当进入高潮阶段时，台湾不只是在模拟剧本，更是在应对来自解放军的真实威胁。例如，根据台湾国防部过去公布的资料，在演习期间经常会有数十架次的解放军飞机，包括歼负16战机、空警负500预警机以及各种无人机，在台湾周边空域和海域活动，其中更有大量架次越过台海中线，侵扰台湾的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面对这种压力测试，台湾军队则必须迅速出动战机、舰艇以及防空飞弹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应对，展现高度的警觉和快速反应能力。在具体的战术演练上，例如在台北的松山机场，深夜时分会进行一场模拟解放军企图夺取关键交通枢纽的空降反制演练，有空军、陆军、航警局和辖区分局共同参与，通过释放烟幕、部署刺针防空飞弹来拦截敌军的直升机。陆军的装甲车和火炮部队则提供地面火力支援。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台湾战略核心区在夜间和突发状况下的防卫安全。而中部的国道3号附近，地面部队则会实施纵深防御，灵活运用民间的住宅区、工厂等作为掩体，引诱敌人深入，再以套臂反战车飞弹和战术型无人机将敌军引导至预设的杀戮区进行消灭。汉光41号演习同时也是台湾向世界展示其先进武器系统的重要舞台，其中首次整合的就是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目前，台湾已经从美国接收了部分的海马斯系统，它可以使用3种不同的弹药，攻击距离从64公里到将近300公里的目标，包括 M31 导引火箭弹，以及射程更远的 ATCMS 战术飞弹。海马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已经证明了其高效能够从远距离精准打击敌方的重要战略目标。在台湾，这套系统主要用于在解放军的登陆部队接近海岸之前就予以迎头痛击，大幅提升其入侵的代价。而备受瞩目的 M1A1 艾布兰主力战车也将在演习中扮演关键角色。M1A1 配备了120毫米主炮、先进的复合装甲以及现代化的火控系统，拥有强大的火力、高机动性和优异的精准度，无论是在城市作战还是海岸滩头的防御上，都远比现役的 M60A3 战车更具优势。在反装甲战力方面，台湾已经接收了大量的标枪反战车飞弹，它具有射后不理的功能，射程可达 2.5 公里。在演习中，我们可以看到部队从台北捷运站的出口进行部署，展现其在都市作战中的高度灵活性。另外，还有塔尔 B 反战车飞弹，具备顶攻模式，可以有效穿透现代战车最脆弱的顶部装甲。这2款飞弹都对解放军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构成了直接且致命的威胁。在防空方面，部署在台北河滨公园的爱国者 PAC-3 飞弹主要用于防护松山、机场等战略目标，具备拦截160公里外来袭飞弹和战机的能力。而由单兵携带的刺针肩射防空飞弹则用于反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无人机，两者结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防空网。这些先进武器加上前面提到的不对称作战思维，显示出台湾正明显地转向一种全新的防御战略，善用城市的复杂地形以及全民的参与，来拖慢并消耗解放军的进攻。这个战略是把人口密集、高度都市化的弱点转化为防御上的巨大优势，目标是打造一个让解放军难以穿越的战术迷宫。地域景象战略，用无人机打造地域。所有这些军事合作和战略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宏大、更具颠覆性的美军战略构想，那就是由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象战略。7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一场公开谈话中宣布，美国的无人机生产即将迎来革命性的突破，美方将打破官僚体系的束缚，在短时间内部署数千套美国制造的无人系统。就在几周前，当时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第14307号行政命令，放宽了对外军售的限制，为台湾取得先进的军事科技铺平了道路。这项地域景象战略是否真的能让台湾海峡成为一座解放军无法跨越的堡垒？地域景象战略是由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提出的突破性军事学说，他的目标就是要吓阻中国在2027年可能对台湾发动的入侵行动。帕帕罗上将把这个战略形容为将台湾海峡变成一个无人地狱的计划。具体来说，就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部署数以万计的低成本、可以消耗的无人系统，包括空中的无人机 UAS、水面的无人载具 USV 以及水下的无人潜航器 UUV， 在海峡的空中、海面及水下建立一个全面的作战环境。其核心目标是在1个月内对入侵的部队造成毁灭性的重大伤亡，为美国和盟国集结正规兵力争取宝贵的时间。这个战略的核心概念就是部署大量便宜、可以消耗并且整合了人工智能的无人系统。与其依赖像航空母舰或先进战机这种昂贵的作战平台，这种策略更倾向于使用成千上万架便宜、可以大量生产的无人机，用数量和智慧协作来压倒对手。帕帕罗上将强调，目标就是让中国的任何入侵行动都必须付出高昂到无法承受的代价。复制者倡议和无人机大战在地域景象中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无人系统，像是弹簧刀600或 Altis 600米这类空中攻击无人机，可以执行精准打击、情报侦察、电子战以及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任务。而水面无人载具则被设计用来进行监控、布雷、攻击敌方舰艇。
水下无人潜航器则可以执行秘密侦察任务，并且通过布雷或直接攻击潜艇来制造难以预测的威胁。这些无数的无人系统将通过蜂群智慧技术组成一个统一的战力，能够协同攻击在广大区域内的上千个目标，大幅提升战场的感知能力和反应速度。而推动地域景象的关键力量，就是美国国防部在2023年8月公布的复制者倡议。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18到24个月内，也就是到2025年8月之前，部署数千套低成本的无人系统。这个计划重点在于和商业公司以及非传统的国防业者合作，以求快速生产。台湾正在积极建立一条自主的战斗无人机供应链，目标是实现非红化，也就是不依赖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台湾的官员也同意帕帕罗上将的观点，台湾海峡必须成为让解放军陷入的地狱。为此，台湾正在开发4种本土的战斗无人机，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量产，同时也向美国采购了数千套的系统，例如弹簧刀300与 Altius 600米，用来强化本土的无人机战力。地域景象战略已经在解放军内部引发了明显的担忧。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有3位中国的军事专家公开承认，目前解放军的多任务部队无法有效地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他们呼吁应该要建立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并强调无人机已经把战争的理念从消灭战转变为对抗控制，从火力压制变成了速度决胜。这显示北京方面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地域景象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当然，这个战略也面临着挑战。首先是美国的生产能力。有分析指出，中国在和平时期每月可以生产约10万架无人机，这远远超过了美国在复制者计划启动前的产能。此外，全球的无人机供应链仍然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这对美国和台湾来说都是一项必须克服的风险。传统武器也升级 M109A7 和海马斯。为了应对解放军可能的登陆作战，台湾除了发展无人机战力，也正在对传统的防御武器进行革命性的升级。让我们回到2027年的一个作战场景，解放军的2栖登陆舰队驶向台湾的海岸，准备跨越险峻的地形。突然间，隐藏在台湾中央山脉地下工事中的炮兵部队展开了致命的火力。168门 M109A7 帕拉丁自走炮发射出精准导引的 M982神箭炮弹，在一瞬间就摧毁了登陆舰的浮桥和码头，让解放军的攻台计划在猛烈而精准的炮火中瓦解。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台湾正在全力打造的未来。台湾的炮兵部队目前拥有的系统大多已经服役超过30年，严重老化，战斗力堪忧。面对解放军拥有像 PLZ-5 这种射程可达100公里的先进炮兵系统，台湾急需建立一支机动、精准且现代化的炮兵部队。因此，以27.5亿美元的价格购入168门 M109A7，不只是替换旧装备，更是巩固台湾防卫实力的关键一步。由 BAE 系统公司生产的 M109A7 帕拉丁自走炮是 M109 系列的最高版本，它采用了 M2 布莱德雷步兵战斗车的底盘和动力系统，机动性大幅提升，非常适合台湾多山的复杂地形。在火力方面，它配备了155毫米的 M284 主炮，如果使用精准导引的神箭炮弹，射程可达40公里，而且命中误差仅有6公尺，准确性惊人。这让 M109A7 能够有效地打击像登陆舰或指挥中心这类的高价值目标。M109A7 的另一大亮点是它数字化的火控系统，整合了 GPS 定位和战术数据链。它能在接到射击命令后的60秒内自动完成所有射击参数的计算和炮管调整，反应速度极快。这也让 M109A7 具备了打了就跑的关键能力，能在发射后立即转移阵地，大幅减少被敌方反炮兵火力侦测和摧毁的几率。在2027年的作战场景中， M109A7 将和台湾从2024年开始部署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并肩作战。海马斯可以发射射程超过80公里的导引火箭弹，以及射程达到300公里的 ATCMS 战术飞弹。
针对解放军位于福建沿岸的集结港口、后勤基地和飞弹发射平台发动攻击，在解放军还没能发动下一波攻势之前，就先行破坏其登陆计划。M109A7 和海马斯的结合，打造出一个分层的火力网。M109A7 负责近距离的精准打击，例如登陆舰艇和滩头部队，而海马斯则负责打击更远距离的战略目标。采购168门 M109A7 自走炮不只是一项军事上的进展，更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这项军售案进一步强化了美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中国对此反应激烈，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然而 M109A7 主要用于岛内防御，其射程远远不足以攻击中国本土。这也凸显出台湾不对称作战的战略重点，就是专注于在近距离内对入侵的部队造成最大的损害。人手和后勤的挑战，当然要把这168门先进的自走炮完全整合进台湾的部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在训练、后勤和军事规定上投入大量的资源。台湾军队目前正面临人手不足的危机，特别是能够操作和维修像 M109A7 这类复杂武器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更是明显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也正积极投资国产弹药的生产，打造全自动化的155毫米炮弹生产线，以确保在可能发生的封锁情况下仍能稳定地供应弹药。总的来说，从美国绿扁帽特种部队的长期驻训，到汉光演习的实战化转变，再到地域景象战略的提出，以及 M109A7 自走炮和海马斯系统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正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支强大、多层次而且具备高度韧性的不对称防卫力量。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向北京传达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任何形式的入侵都将付出惨痛到无法承受的代价。这条下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但台湾正向世界展现其捍卫自由的坚定立场。